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三小妹。不知道你们是真看不见还是装看不见？北京信访的大门，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有数不清的人，甚至有直接睡在门口的人，只为了第二天能够走进去诉说冤屈。这里面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这么辛苦，为的不就是公平公正吗？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真正做到在其位谋其职，积极倾听他们的声音，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让他们在漫长的等待中消磨。现在有人愿意帮助你。在中国有很多需要熬夜排队的时候，以前有什么代排火车票、排队买新出的 iPhone， 现在更不可思议了，连维权都要熬夜排队，可能台湾人看到这边都傻眼了。中国的信访制度看来是已经崩坏了，维权太难了，政府失能了，中央对民意的处理方式居然就是让他们等着，老百姓的最后一条路迎来的就是公家机关的冷暴力。视频中他在问是不是真的看不见？我觉得呢，这个问题要拆分成他是住在里面还是有下班。信访门口躺着几十个人，这难道不是一个民主现场吗？上班不需要看到吗？下班不需要看到吗？开车不会路过看到吗？不会有一点良心不安吗？难道考取公民就是为了看到北京信访的门口一堆人不吵不闹，铺着床垫枕着行李睡在门口吗？有些人呢，可能身体还有一些基础疾病、慢性疾病，例如说腿疼等等，有人会去关心他们，问他们一句什么吗？不会，没有人肯听。表面上是人民表达意见的通道，实际上是一个请你来发泄完了再请你回家的这么一个高级情绪的回收站。填表、排队、登记，再等通知，事情一遍一遍的在自己的脑海中重复着，最后得到的是什么？已反应，请耐心等待。你问等多久，你会很难找到你该问到这句话的人，通常都不属于本部门的处理范围，不是那个部门就是这个部门，推来推去，让你觉得还有希望，实际上就是吊着你的意志，等着你主动放弃，等着你主动说算了。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人不回家呢？他们可能也想回家，但可能家里的地被强拆了，工伤的钱还没赔给他，孩子的事情还没有解决，某个亲戚含冤入狱了，他们的家只剩下一扇门了，这扇门是竖着还是横着都不确定呢。他们不是在诉苦只是通过合理的流程走到了绝望的试炼场，守规矩和听话也让他们最终成了社会最安静但却最痛的群体。由此可见现在的信访制度就像一个超级古早的投币电话，投入的是血汗，播出的是空号。谁来救救我们的中医石家庄有一家中医院给患者开助眠口服液，结果打假人士拿去做一个检测，这个中药里面啥中药都没有，就是西医管制的安眠药地西泮非法添加到中药里面。现在中医往往成为了一个黑暗的角落，非法诊疗。前两天电视台采访的一个所谓的中医理疗馆根本就没有证，但这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医大师，留个胡子，他的诊疗范围凡是你能想到病他都能治，结果就是一个没文化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江湖骗子。我一个粉丝说他隔壁一个什么这个钟点工阿姨，礼拜一礼拜五是钟点工，礼拜六就去中医馆当中医去了，非常可笑。不是中医不行，而是在目前的中国，它已经成了一种假冒伪劣的温床，胡子一留，信任度拔高。以前还一直觉得说打败中医的可能会是西医，结果没有，真正毁掉中医的并不是西医，而是那些把安眠药装进中药包里还说祖传配方的人。中国的中医现在都变成梗了，不是在治病救人，而是在演电视剧呢。最近石家庄给病人开了助眠口服液，听起来多么的温和天然，古法熬制，结果打假人员一测，里面是管制的西药地西泮，喝的不只是中药，还是被骗后又感恩戴德的迷药，完全就是一个披着中医外壳的狼，把病人当小红帽骗。给药的时候怎么说呢？安眠药里面可能加了一些酸枣仁等等，听起来就好像你奶奶家会出现的食材一样，喝了还非常有效就好像你去按摩店说要放松肩颈，结果人家给你打上一针强力肌肉松弛剂，还说这是我家的祖传针灸，周一到周五是钟点工，到了周六秒变神医，上来就是一口经络不通，讲得跟大师一样，顺手写几个肝气郁结、脾胃两虚，三不五时呢念几个穴位让你去按一按，可能小视频刷刷就有了。反而那些真正的好中医都成了地下党，一针
针一穴都按照规范操作，其他人会怎么想？当整个行业都被江湖包围，好人自然也会被怀疑。昨天心情不好，对着我朋友哐哐一顿输出，一顿吐槽啊，结果我朋友给我来了一句：“我们现在降薪了。”其实听到降薪2个字，我并不意外，但是我印象里面的降薪就是降个300-500块钱，对自己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结果他后面来了一句，他说：“我现在一个月到手2700块钱。”2700块钱的时候，我确实是很诧异的，即使是在一个5线城市，2700块钱也是不够花的，因为一个月房租1000，你还剩1700块钱，其实真的一点不够花，你还要加上你的交通、你的吃饭、你的生活成本，真的是啥也不够。然后我就说，那既然这样降了，你们医院没有人闹吗？他说闹啊，最开始的时候说降薪，大家闹得可厉害了，然后他们医院就开始采取末位淘汰制，就来了一场3级考试，先考的医生采取末位淘汰，最后几名的医生直接辞退了，后面剩下的人就不敢吱声了。我当时心里就觉得是不是因为你们医院没有病人呀，或者是收益下滑了怎么样？我说那肯定其他医院肯定会好一点。然后我又问了我其他朋友，在公立3家，然后我就问他们直接给我说了一句，他说我们现在每个月工资对半砍。什么概念？就是之前一个月可能拿4000块钱，现在一个月只能拿2000块钱的，年终奖也没有了。我当时我就震惊了，现在这个钱真的太难挣了。一个月2000工资没有年终奖，这似乎拿的是医院的工资，实际上比较像在领体制内尊严的补助券。在其他国家，从医的人员都是备受尊重的，到了中国居然成了末位淘汰制，降薪还不是最终手段，只是一个日常操作。像80后、90后的这一代人一直都觉得只要考上了编制，进入了医院这类公家的单位，就等于拥有了一个铁饭碗。现在这个饭碗不但不铁，还会碎。碎了呢，还得自己打扫干净，然后对领导说我愿意留下来。可见中国医护不是初期没有热情，而是被饿到没有力气再燃烧。以前父母让他们去做护士，去做医生，获得了编制，到了体制内，为了稳定。现在他们是稳了，但生活不稳了。最夸张的还得是这个末位淘汰制，这不是改革，是让人在医院里都看到了《甄嬛传》。大家考试学习不是为了要提升医术，而是为了要避免恐惧。不敢吭声不是因为没有话说，而是怕成为下一个被淘汰的人。当听到2700的时候，他觉得太少，还跑去问了一下公立医院会不会比较好，结果人家是直接变成了2000，年终奖也已经取消了。这套操作看似是医院的财务问题，实际上呢，根本是大陆制度的反向共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医疗财政的补贴到底到哪里去了，它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维稳的窗口，只是普通的人民群众都不知道。而在台湾这边医疗和财政的归属都是独立的，制度的透明度高，人民的监督还算能奏效。你要是敢一句话就对半砍了医生的薪资，记者分分钟杀来连线。5月20日，在北京地铁4号线平安里站无障碍卫生间被一对年轻情侣占用近1小时。当时适逢晚高峰18点10分左右来打扫卫生间时，就发现无障碍卫生间有人使用。按照规定，保洁人员会每隔15分钟进行询问，已经敲了3次门，每次都有人回应有。是一个男生在等候对老人尝试询问女厕所是否有坐便马桶可供使用，但了解到该站女厕所并未设置坐便马桶后，放弃该想法，继续等候无障碍卫生间。大约19点5分，在排队市民多次敲门催促下，一对情侣开门从无障碍卫生间走了出来，低头。5月20号，在北京地铁的晚高峰，无障碍厕所被占用了1个多小时，保洁拿着拖把每15分钟就得敲门，里面一个男生偶尔应门说还有人，大家都等着，他们在里面干嘛？没人敢问，也没人想猜。年轻人谈恋爱居然成了公共空间的高危行为，这个老人只好坐在轮椅上苦苦的等他。不过要是说没有羞耻心呢，最后他们还知道要低头离开，只是他们比较在乎自己，不在乎别人。感觉这个厕所不只是个厕所，还是个避难所。他拿别人的需求和尊严换了自己的情感舒适区，他觉得他舒服比别人需要更重要。1个多小时，而且当下呢也没有人追上去骂他们。我们常说中国素质差，那是因为没人提醒的时候他们不觉得丢人，有人提醒了他们又
又觉得被干涉了自由，等到网络曝光了才知道出事了，但等到下一次没准又继续。三小妹也是第一次见这种爱情不被祝福反而被全网通报的。好啦，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人生路漫漫，三妹来相伴，记得点赞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